過去呢個星期嘅美股精彩嘅程度直逼荷里活大片。如果你喺過去幾日頂唔順市場嘅劇烈波動而盲目斬倉，或者喺高位瘋狂追加入場，今日聽完呢集分析，相信會幫你重新揾翻個市場錨點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SpaceX 完成咗人類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 IPO， 以代號 SPCX 喺納斯達克上市，招股價$135，開市價$150，收市報$160.95，首日升咗19%，盤中最高見過$176.52，即係較招股價升超過30%。呢隻股票一上市，市值直接去到2.1萬億美元，打入全美第6大企業，排喺 Amazon 之後。上市當日成交量超過3.6億股，係今年第2大 IPO Cerebras 首日成交量嘅10倍。但我想講嘅唔係呢啲表面風光，我想講嘅係呢隻股票背後抽走咗幾多流動性。SpaceX 發行5.6億股，集資750億美元，散戶認購金額據報超過1000億美元，但呢間公司依然未有盈利。2025年全年營收僅187億美元，由2025年初到2026年3月底，仲蝕咗87億美元。即係話市場用2.1萬億美元嘅估值去追捧一間仲喺度燒錢嘅公司，而著名淡友 James Chanos 更加直接貼上夢想與希望 IPO 嘅標籤。晨星嘅公允估值只有每股63美元，同收市價之間相差超過1倍半。咁到底係咩支撐緊呢個估值？答案就係敘事。SpaceX 唔只係一間火箭公司，而家市場將佢定位成太空 AI 基礎設施嘅綜合體，衛星互聯網、軌道數據中心、太空算力。方舟投資嘅 Brad Winton 預測，單靠星鏈衛星嘅租賃費用，到本10年末每年就可以產生3000億美元收入。投行奧本海默更加直接俾出190美元嘅目標價，基於2035年預估營收9000億美元嘅 DCF 模型。呢啲數字聽落好驚人，但你要明白，呢啲全部都係建基於未經驗證嘅技術假設，包括太空散熱晶片、星艦嘅高頻重複使用，同埋軌道數據中心嘅商業化。晨星自己都講，呢種最樂觀情景嘅發生機率只有7%。好啦 ，SpaceX 首日飛天之餘，市場同步交易緊另一條主線——美伊和平協議。巴基斯坦總理 Shehbaz Sharif 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，和平協議嘅最終文本已經達成。特朗普亦表示，協議有可能喺週末於歐洲簽署，副總統 JD Vance 將會出席。但係搞笑嘅係，特朗普自己又喺 Truth Social 發帖鬧伊朗係完全冇信用嘅人，仲話佢哋泄露俾假新聞嘅條款同書面協議毫無關係。即係你一邊話就嚟簽約，一邊又鬧對方唔老實，呢種反覆無常嘅政治操作，正正係過去2個星期市場坐過山車嘅根源。但係對於油價嚟講，效果係即時嘅。紐約期油週5收市跌3.2%，報84.9美元；布蘭特期油跌3.4%，報87.3美元。你要知道喺6月初嗰陣，布蘭特仲喺97至98美元附近徘徊，而家1個星期之內由高位回落超過10%，呢個係地緣政治日價嘅急速蒸發。但係老實講，呢個油價回落係暫時性嘅定係結構性嘅？我個人嘅判斷係暫時性。你睇翻伊朗嗰邊嘅內部審議程序，伊朗法爾斯通訊社自己都話，有關周日簽署協議嘅講法純屬捏造。而根據 CNN 嘅報道，伊朗喺核問題上唔會即時作出任何新承諾，只會喺簽署備忘錄之後嘅60天談判期內參與核談判。即係話呢個充其量係一份意向書，唔係最終協議。而霍爾木茲海峽嘅管理權問題，伊朗亦都明確表示唔會放棄，所以油價嘅結構性壓力遠遠未消除。咁呢個就帶出一個好關鍵嘅宏觀問題：通脹。美國5月份 CPI 月增0.5%，年增率跳升至4.2%，係3年嚟最高。PPI 更加誇張，按年飆升6.5%，同樣係2022年11月以嚟最高。呢啲數字背後嘅推手好清楚，能源。由於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同中東衝突，油價由去年年底嘅50幾美元一路狂飆到超過100美元。雖然最近回落，但已經將通脹嘅火種深深植入咗實體經濟。普通汽油均價由2月底嘅2.98美元飆升到4.15美元，呢啲係實實在在侵蝕緊每一個消費者嘅荷包。但有意思嘅係，週5公佈嘅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初值由44.8反彈到48.9，優於預期嘅46。更重要嘅係，未來1年通脹預期由4.8%回落到4.6%，5至10年通脹預期由3.9%降到3.4%。呢個數據俾咗市場一個微妙嘅信號，消費者雖然仲好痛苦，但已經開始接受通脹會回落嘅敘事。而呢個敘事
好大程度係建基於美伊和談帶嚟嘅油價回落預期。好啦，咁我個人點樣睇而家嘅局面呢？我嘅做法係保持冷靜，控制倉位，唔好被任何單一事件帶動情緒。你而家面對嘅係一個極度撕裂嘅市場，一方面 SpaceX 嘅成功上市同美伊和談嘅進展製造咗短線嘅樂觀情緒，另一方面下週三嘅 FOMC 會議，聯儲局嘅政策傾向可能從寬鬆轉向中性，甚至偏鷹。呢個轉變嘅殺傷力遠比任何單日嘅漲跌要大得多。再睇深一層 ，SpaceX 上市當日嘅成交量已經係今年第2大 IPO Cerebras 嘅10倍，呢750億美元嘅集資，加上 Alphabet 早前係宣布850億美元嘅新股發行計劃，再加上 OpenAI 同 Anthropic 嘅上市傳聞，短期內市場將面臨接近3000至4000億美元嘅新股供應。呢啲錢要從邊度嚟？答案好簡單，從現有嘅持倉入面沽出嚟。所以你會見到喺 SpaceX 上市前後，大市值嘅晶片股同 AI 概念股遭到精準嘅流動性提款。呢個唔係恐慌，係結構性嘅資金重新配置。講到板塊輪動，星期五嘅市場畫面好有啟示性。半導體板塊血脈噴張，反觀軟體板塊，甲骨文星期三公佈業績後盤後重挫8.5%。Adobe 星期四公佈業績後亦都大跌。甲骨文嘅問題好典型。營收同盈利全部超預期，但市場用腳投票，因為佢嘅自由現金流已經變成負數。2026財年營運現金流雖然創歷史新高，達320億美元，但資本開支竟然飆到557億美元，直接導致全年自由現金流錄得負237億美元。呢個就係 AI 呈現嘅暗面。你表面上嘅利潤好靚，但燒錢嘅速度仲要快過賺錢。而 Adobe 嘅故事就更加值得深思，佢嘅季度收入創歷史新高66.2億美元 ，EPS 亦都超預期。但係管理層喺電話會議入邊親口承認，佢哋被迫推遲 Creative Cloud 嘅漲價計劃，轉向免費增值模式嚟吸納新客。呢個信號好清楚，生成式 AI 嘅競爭對手已經開始打破 Adobe 過去靠工具複雜度建立嘅護城河，佢哋要用短期利潤嚟換取長遠嘅用戶黏性。市場唔中意呢種未來先嚟嘅故事，所以用腳投票。呢度我想帶出一個更深層嘅主題。Citadel 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，大型語言模型嘅 token 支出指數同21天對數增長率正在顯著放緩。企業客戶面對意外龐大嘅 token 賬單時，行為已經發生改變。亞馬遜移除咗 token 排行榜，微軟取消咗部分昂貴嘅訂閱，客戶正在加速轉向更平更細嘅模型。呢個趨勢嘅底層含義係 AI 需求嘅價格彈性比市場預期嘅要高得多。當使用成本去到某個臨界點，企業會好理性咁縮減用量，而唔係無限加碼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個數據嚟做結尾。根據美國銀行追蹤嘅牛熊市頂部指標，5月份已經有高達70%嘅紅旗信號被觸發。歷史上呢個指標觸發70%或以上嘅時候，無一例外都對應住歷史性嘅市場頂部。呢個唔代表聽天就會崩盤，但佢告訴你而家嘅風險回報比已經極度唔對稱。下週嘅 FOMC 會議會有新嘅點陣圖，但係 Kevin Walsh 可能會開始削弱前瞻指引。如果佢真係咁做，市場將會失去一個長期以嚟用嚟定價嘅錨。呢種不確定性對高估值科技股嘅殺傷力可能比加息本身仲要大。記住，唔好喺新聞標題入邊揾恐慌嘅藉口，而係喺資金嘅演化路徑中鎖定套利嘅機會。而家嘅市場表面上係 SpaceX 嘅狂歡同美伊和談嘅樂觀，底層嘅現實係通脹黏性遠比想象中頑固。AI 基礎設施嘅財務黑洞正在擴大，而即將湧入市場嘅世紀 IPO 浪潮正在精準絞殺流動性，保持清醒，控管好你嘅槓桿，唔好被華爾街嘅增長敘事蒙蔽。呢個先至係你喺呢個殘酷市場中存活落嚟嘅唯一憑據。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